你现在所看到的是真实存在于宇宙之中的木夫座空洞，几乎没有任何物质存在，也被称为大虚无。当你仰望夜空时，一切似乎都没什么两样，无数的恒星以相当均匀的方式分布着，但像木夫座空洞这样的巨大区域却截然不同，里面几乎没什么天体。宇宙本身就是个有结构的存在，长长的暗物质丝上点缀着星系和星系团，而这些结构之间则穿插着浩瀚的空洞，这些空洞就是完全缺乏物质的区域。想要真正理解宇宙，我们或许得好好凝视一下这些深渊。宇宙中已知最大的空洞就是木夫座空洞，这个巨大的球形虚空区域直径约有 3.3 亿光年，占到了整个宇宙直径的 0.27%。要知道，整个宇宙的直径可是惊人的930亿光年。木夫座空洞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虚空，和我们观测到的其他任何区域都不一样。它位于距离我们约7亿光年的地方，靠近木夫座。1981年，美国天文学家罗伯特·科什纳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它。我们第一次观测这个空洞时，只在里面找到一个星系，从那以后也只多发现了几十个。这些星系之间的平均距离差不多是每1000万光年才有一个，这可是仙女座星系到地球距离的4倍，和我们所在的星系邻居侍女座超星系团比起来，差别可太大了。侍女座超星系团是个小得多的空间区域，直径约 1.1 亿光年，却包含了超过2000个星系，其中就有我们的银河系。天文学家格雷格·奥尔德林曾这样描述大虚无的规模：要是银河系位于木夫座空洞的中心，那我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不会知道还有其他星系存在。做个对比的话，在直径仅300万光年的空间区域里，银河系就有大约24个邻居。从木夫座空洞的体积来看，要是按照宇宙其他地方星系之间平均仅几百万光年的距离来算，这里本该有大约1万个星系，可实际上我们在那里只发现了60个星系。这片广袤虚空中的星系简直孤独到了极点。哈勃望远镜还为我们拍到了其中一个星系的照片 MCG+1-2-15，这是一个位于木夫座空洞里的螺旋星系，欧洲航天局称它为最孤独的星系。至于这个星系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，至今还是个谜。这张观测照片里还包括3颗前景恒星，它们都来自我们自己的星系，而其他所有的光点都是背景星系，它们像一滴水里的微生物群一样漂浮着。可这样的空洞是怎么形成的呢？计算机模型显示，那些更常见的较小空洞是星系在引力作用下相互靠近的结果，这导致周边区域的物质变得稀疏。但问题是，木夫座空洞肯定不是这么形成的，因为自从宇宙诞生以来，仅靠引力根本没时间清理出这么大的一片空间。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是由长长的暗物质丝构成的，这些暗物质丝上点缀着星系和星系团，中间则穿插着浩瀚的空洞。这个结构正在加速膨胀，每一天星系之间的距离都在变得更远。宇宙就像一块海绵或者一块瑞士奶酪，里面布满了空洞。随着宇宙不断膨胀，像木夫座这样的宇宙空洞会变得越来越大，连接星系团的丝状体将会被拉伸、断裂，空洞会相互融合，到最后只有受引力束缚的星系团会像一个个岛屿一样，在不断膨胀的虚空中漂浮。